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看耶稣的几个比喻哈。首先我们怎么解读比喻，这是很关键。在圣经解释比喻的这个历史上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主后大概1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流行的都是寓意解经哈，就是说每一个细节都有意义。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个奥古斯丁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吧？客店、钱币都有寓意，对吧？那个这个5个头10个童女，对吧？灯里面有油哈，他会说那个油就是圣灵或者怎么样，所以都是寓意解经。早期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解读，但是呢，大概在100年前左右哈，就是20世纪的时候，有学者就提出，我们解读比喻的时候要知道比喻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只讲一个核心的事情，他不是把你的注意力分散到不同的细节上。所以我们在现在解释比喻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比喻它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说它究竟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而不是把读者的注意力分散到就是说这个比喻里的细节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所以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解读比喻的一般主流的解读就是我们相信比喻有一个重点，有一个整体的方向这个方向呢就是讲到神的国关于末世的神的国，不是一个道德的教导，这个要注意，它不是说你要做一个好人或者是行善不是，它是跟神的国跟这个末世相关的。所以我们看比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要去分析比喻因为其实比喻用这个模式，就是说或者这种怎么说一种文体吧，它来这个诉说的时候，它不是让我们去分析它，它是让我们进到这个比喻当中，能够去感受这个比喻所带来的力量。这个就好像你去这个博物馆，你去欣赏梵高的画或者是莫奈的画，你欣赏这些名画的时候，其实它不是让你去分析说，当然你如果是学画画的，你可能要分析它的构图它的这个光影，对吧？它的这个颜色配搭，你可能会去分析。但是当这个作者把这个图画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给我们就是观众有一个整体的冲击力。那你看到这幅图能够看到他要给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是吧？可是比喻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分析，而是领受比喻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所以我们会讲几个比喻一个是第10章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很关键。然后呢是15章的整个15章都是在讲比喻然后呢我们讲完15章的比喻，然后我们再来看第10章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然后我们来怎么解读比喻。首先如果你把圣经翻到第15章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章里面有几个比喻。如果你看和合本的话，你可能看到它好像有3个分段，是吧？前面是这个失羊的比喻，然后中间呢有个失钱的比喻，是吧？最后有个浪子的比喻，看起来好像是3个比喻，对吧？但是如果你看15章的开头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你看这个比喻它有一个背景，就是耶稣跟罪人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或者是挨近他们的时候，法利赛人抱怨耶稣说，你怎么能跟罪人在一块？然后耶稣就用比喻说了接下来这3个。在圣经的原文当中，耶稣就用比喻说，这个比喻它是一个单数的，它不是一个复数的。所以在这里整个这3个比喻，我们讲3个，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比喻的3个部分。所以你要把这3个呢一起来看因为这是一个单数的，就说这是主的一个比喻的3个部分。那这3个，那你说这3个部分它的核心是什么？你看前面2个，比如说讲了这个100只羊失去1个
然后你要去寻找那只羊，撇下99个，是吧？那这是表明了这个主人他对失去的羊的一个关心，他情愿撇下这99个，然后去找那个失丧的羊。第二个呢，富人有10块钱，失落了1块，他也是撇下那9块，是吧？然后呢，点上灯，打扫屋子，去找那1块钱。所以前面2个有点像，就是都是说这个主人他去主动的寻找这个丢失的东西，不管是羊也好还是钱也好，唯一的差别就是那个羊是个活物，对吧？钱是个死的。但是这个里面呢，你不管他是活的还是死的，他们都没有办法主动的来去找这个主人，是吧？是表明主人主动的去寻找这个丢失的，不管是羊还是钱。那么第3个呢，就是我们讲浪子回头的比喻，是吧？那看起来好像是浪子他主动的回到了父家，而不是父主动的去找这个浪子，是吧？所以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浪子的比喻当中，父亲不主动去找这个丢失的儿子啊？他为什么在家等着呢？那么因为这个比喻前面，因为这是一个比喻的3个部分嘛，是吧？前面2个部分都已经强调了父积极主动的去寻找这个失丧的，不管是羊还是这个钱币因为这个羊跟钱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回来所以羊跟钱它其实这两个部分都是强调父亲的一个慈爱，不是强调羊和钱的一个主动。而第3个比喻呢，它强调的就是这个儿子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这个儿子的反应。所以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并不是说父亲没有主动的去寻找失丧的这个儿子，因为前面2个部分已经提到了这个父亲的慈爱，所以第3个部分它的重点不在于父亲主动的去寻找，而是在于这个浪子他主动的一个回头。所以我们都知道浪子的比喻是非常出名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挑出来讲的时候忘记了这个比喻前面还有2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你会看到，如果你看到这个第13节的时候，我这里没有写出来，如果你去看第13节，讲到这个儿子小儿子他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讲到任意放荡的时候其实这个字原文很有意思的。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复合词那哪2个复合词呢？前面是一个 alpha 开头，就是这个那后面一个 sotos 是指救恩，那个前面加个 a 呢，在英文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表示缺少，或者是表达它一个反义词。所以这个任意放荡如果按原文来翻译呢，可能更好的翻译是他的这个生活就像没有救恩一样，就是他的生活活的就像没有救恩一样这个词直面的翻译就是没有救恩的意思。所以这有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意义，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一个没有救恩的人，这是小儿子的一个他的一个给他的描述。然后你看到值得留意的就是到18、19节的时候小儿子不是说他预备了一些话嘛，要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只做雇工，怎么样，是吧？然后你看到这个小儿子他见到父亲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说我做你的雇工吧？你发现他没有说，就是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这个讲话，没有让他讲后面的说我做仆人嘛，我不做儿子，是吧？所以这里呢也表明父呢用这个爱来爱他，不让他成为雇工而且这个父亲你看后面所做的，把戒指给他戴上给他披上衣服给他宰杀牛羊这都是儿子的待遇，不是仆人的待遇。所以是父亲接回了就接纳了他的儿子就是把他当作儿子来接纳。所以这个第3个比喻它强调的是儿子应有的一个反应，当父亲愿意伸手的时候，儿子首先也要回头你活在一个没有救恩的
处境当中，现在你要回头，就表明什么？表明你的悔改。如果你看第17节，他讲了说他醒悟过来哈，醒悟过来这个在原文当中啊，他其实有点类似于这个，就是说讲到他悔改的这个意思。所以虽然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讲悔改这个字，但是他讲到这个醒悟的时候，他其实就蕴含了这个悔改的一层含义他就是叫什么 He returned to himself， 他就是完全这个醒悟过来，悔改了过来所以我们你看，虽然这个比喻没有讲悔改没有讲这个救恩，但是他其实就这个蕴含着说，这个小儿子他过着一个没有救恩的生活，后来呢他知道悔改，回到父家所以这个是因为这是一个比喻嘛，所以他不用悔改救恩这些词所以你看在旧约当中讲到悔改的时候，就是回转就是这个醒悟过来差不多的意思跟这个字是非常的类似的。那有的人说这个人不是真悔改是吧？他走投无路才悔改，那这算什么悔改呢？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哪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遇到问题了才来认识神，是吧？都是走投无路才悔改，都是觉得自己没有盼望了，没有希望的时候才悔改所以我们走投无路了来到神面前，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也是神的作为，对吧？但是我相信呢当我们悔改了以后，神给我们开了道路以后，我们不会因为说我们现在可以有路走了我们就离开神，而是说我们真的心被感动心被回转以后，我们就愿意跟随神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小儿子这个如果强调说小儿子的一个悔改就是说他是很清楚的活在没有活在一个救恩当中在这个世俗的社会当中然后呢后来他悔改，他是走投无路了。那大儿子呢我相信大家也看过提姆凯勒讲的一掷千金的上帝他也特别讲到这个比喻，讲到这个大儿子其实他的挑战更大，是吧？因为你看到29节30节最后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吃过羊都没有吃过牛，你小儿子给他吃，对吧？你这个大儿子根本都不把他这个小儿子当兄弟30节说你看你这个儿子是吧？怎么样大儿子的挑战就在于他一直在父的家中，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走投无路所以你看反倒走投无路的人，他的回转容易一点你要一个好人信耶稣好像有点难，是吧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做得很好，在父的家中什么都做到然后呢可是他抱怨这个父亲，所以这个就跟这个法利赛人是一样的，这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个重点。这个比喻前2个部分就表明天父的一个慈爱，他主动的寻找拯救这些世上的人，就像这些罪人税吏一样。同时呢，这个法利赛人所代表的大儿子在神的家中服侍神，可是呢他们有抱怨，他们不接纳这些罪人，就像那个大儿子不接纳这个小儿子一样所以这个比喻其实讲给这些法利赛人听的，让他们知道悔改，他们是自以为意的，是吧？所以你看这个比喻到最后小儿子反倒进入到宴席当中，是吧？但是大儿子有没有呢？不知道，这是个开放式的结局那耶稣没有说耶稣就是说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要跟他一起来庆祝，是吧？那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在这一节当中，理当这个词又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这个 day 这个希腊文it is necessary 就是说理当应当在这个路加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就是强调神的计划强调神自己的救赎的计划，所以这是必须的，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就像我们讲耶稣小时候在圣殿，他说我岂不是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就是有这个 day 这个字，我必须要以我父的事为念。他受害的时候也说人子必须要这个经过这个祭司文士长的苦害，因为这些都是神的计划。所以耶稣想讲的这个比喻它不仅仅是
好像一个人知错悔改的故事，它更多的是神救恩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而那些罪人、税吏甚至外邦人都可以回到父的家里面。所以他说我们理当要欢喜快乐。这就是给法利赛人一个提醒大儿子有没有进入这个宴席不知道，是个开放式的结局。那也就是给法利赛人的一个邀请，就是对他们说，你们要搞清楚了，对吧？你们以为你们在神的家中，可是你们不接纳接待这些神所接待的罪人。现在神邀请你进入到神的宴席当中，你要不要来所以这是这个最后这个比喻还回到了法利赛人当中。我相信法利赛人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说，那这个大儿子就听起来就是指他们，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地方所以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比喻的一个核心。那如果你总结的话，你说第15章比喻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整个这个比喻3个部分，就是很简单它就是强调了天父对这些罪人的接纳对罪人的给罪人的救恩，对罪人的爱，来接纳他们当然是愿意他们悔改接纳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这样看比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是对谁说的。同时呢，你这样也好应用嘛，对吧？就如果你用到我们的身上，你也会想那我既然神接纳罪人，对吧？让我们悔改，那我有没有悔改？这是一个，对吧？我像不像小儿子一样，我走投无路，我应该悔改。同时呢当神接纳罪人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在神的家里面了，难道我看到神恩待别人我就嫉妒吗？我看到神给别人有恩赐，给别人有可能他以前还不如我但是神呢在后的在前了，是吧？那你是不是就嫉妒了呢？你是不是就抱怨了呢？那是不是就变成像法利赛人这样自以为意了呢？那这个比喻也同时对我们也是对我们说的。好，让我们重新的反思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这个就是第15章的比喻这个大家没有问题。